聯儲局喺7月底嘅議息已經連續5次會議中維持利率不變。根據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嘅說法，係由於關稅對通脹嘅影響仍然未見明朗，顯示聯儲局仍然對減息取態保守。點知議息後嘅幾日嘅非農就業數據喺7月只係增加7.3萬，遠低過預期嘅10.4萬。減息預期亦急劇升溫，咁未來個息率到底係點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講到美國利率呢一方面，我一直都比較少去預估，因為係比較難去預測，所以我為大家分析基本面嘅時候，一般都用比較保守嘅角度去衡量利率，否則投資者跟車太貼，只會令自己過度樂觀或者悲觀，對自己毫無好處。雖然香港同美國係兩個獨立嘅經濟體，但係由於香港有聯匯制度，美國嘅利率會影響香港嘅利率，從而影響香港包括樓市在內嘅投資市場。所以我哋作為投資者都要考慮點樣先可以合理咁衡量未來嘅美國息率。所以喺呢條片我會講要點樣去衡量美國嚟緊嘅利率，同埋分析美國一旦減息會對香港樓市有咩影響。你想知道呢啲內容嘅話，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如果你係樓市持份者，你喺呢幾年都應該會感受到加息嘅威力。聽聯儲局嘅説話，多數都係用通脹同就業數據去睇自身經濟，再從而決定利率嘅升降。如果你係相信佢哋嘅説話嘅話，你會好集中咁去思考美國嘅經濟係咪咁強勁，同埋通脹係咪咁強化。不過以我嘅角度，其實我一直都唔係好相信佢哋講嘅説話。由於佢哋決定加息嗰一刻開始，都係講通脹問題，通脹有一個十分之強勁嘅升幅，所以要加息去降低通脹。目標通脹率係2%，咁呢單新聞就喺2022年6月出嘅，當時個 CPI 係8.6%，仲講明係決心迅速降低通脹。咁我就再為大家做咗呢個 CPI 同美國利率決議嘅歷史俾大家睇，係咪好似喺22年6月佢講完大力加息降低通脹之後，個通脹率就跌得好快呢？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個事實係呢一張圖係有一個致命嘅問題。大家又知唔知喺邊呢？而家我話俾你聽，係同比2個字，亦代表通脹數據係比較上一年嘅數字，但係利率方面係一個實數。你見到所謂嘅 CPI 數字係比較上年嘅數據，其實所謂嘅通脹係22年急劇增加，係由於21年嘅大量印銀紙所導致。你會唔會認為呢一年通脹8% 之後，如果佢冇調整利率，個物價會唔會係每年咁8% 嘅指數式上升呢？其實呢個係冇可能嘅。實際上加咗息之後，個物價都可以繼續升，去到所謂好勁嘅通脹係8.6% 之後嘅一年 CPI 同比都仲要有4%，加完息都要2年複息通脹咗13%。不如話佢加息係冇用好過啦，所以喺利率下降咗之後，亦唔覺通脹率同比有增加。可能你又覺得根據經濟學原則之下，加息係可以壓制通脹，唔加個通脹就一定更恐怖。但喺實際上我又見唔到有個必然嘅關係。我做投資者就中意從過去嘅經驗去估計市場係發生緊乜嘢事。我而家帶你睇前少少嘅時間，咁大家都知道21年係海量印銀紙。再對上一次就係08年嘅金融海嘯，咁我哋睇下08年到21年又發生咗啲乜嘢事。咁我最左邊嘅就係08金融海嘯時個 CPI 咁高，佢都可以減息，係因為金融海嘯啊嘛。之後行咗咁多年嘅低息率，見到個 CPI 曾經上到接近4個息率都可以維持喺低環境，但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 CPI 係用同比嚟計，係一個複式嘅增長。點解喺嗰段時間聯儲局毫無想去矯正呢個通脹呢？而喺22年又覺得個通脹需要矯正呢？如果喺呢次嘅加息週期，聯儲局一再同你講要達到2% 嘅通脹率，其實之前好多時間都高過2%。
又可以維持一個低息嘅環境呢？點解24年第一次減息嘅時候，通脹未回到2%又減得嘅？其實老實啲講句，就係個龍門任佢擺。可能大家就用翻佢嘅説話，就係失業率上升，經濟唔好，所以就需要減息。好啦，咁我哋睇翻最新呢期嘅非農就業數據，喺最新7月呢一期就得73,000，就遠低過預期嘅10,400，所以個經濟又唔好。但最致命嘅係個失業數據又係可以移動嘅龍門嚟。5月同6月新職更大幅向下修正25.8萬至1.9萬及1.4萬份，即係睇6月數據考慮減唔減息嘅時候呢，就用呢個非農數據就增加14.7萬人，就係連續4個月超預期，失業率就下降，去到議完息之後呢，呢個數據就可以大幅下調嘅。所以實際上嘅歷史話俾我哋聽，通脹同失業率個龍門根本就係任佢擺，只係多數嘅人都係金魚記憶，只係睇今日發生聽日嘅事，仍然堅信聯儲局口中嘅説話。其實呢啲事冇耐前已經發生過，就係2024年喺我年頭出樓價預測呢條片我都講過呢啲嘅問題。唔好嫌我炒冷飯，我喺度再講多次。喺24年5月，聯儲局鮑威爾話唔知減唔減息，通脹仍然過高。到6月啲人又預期24年只減一次0.25厘。7月鮑威爾又話唔需要等通脹達標先減息。到9月又話早知失業率上升就7月減咗息，一減仲減0.5厘。其實你覺得喺上載影片嘅2025年8月8日，對應下次議息就係9月17日，你覺得係唔係同2024年又好相似呢？所以以經驗嚟講，其實我哋睇 Fed Watch 都係嚟緊嗰期會比較準，後面嗰啲因為個時間值問題成日都唔係好準，所以我會講睇下就算。所以我長期嘅觀眾都見我講2025年減息係大方向，最起碼唔係掉頭加息。差在係而家減定係遲啲減。咁啱先議息之後睇7月非農就業數據唔好，就業率個龍門就似乎搬好咗啦。所以 Fed Watch 喺8月4日認為9月有8成半機會減息。咁當然呢啲只係預計啦，唔去到最後一日你都唔知個龍門會搬咗去邊度嘅。我哋作為投資者就係每一日都要面對呢啲嘅問題，我哋又要點樣去處理呢？其實就係好似我片頭咁樣講，你預計得保守啲就可以啦，因為理論上你計得越保守，你嘅安全性就越大。所以1月嘅時候，我仍然相信聯儲局講係減到3.75至4厘，香港嘅最優惠利率係減到5厘，按息係3.25厘，作為我對樓市估值嘅基礎。喺呢7個月中途又有好多咩就業數據強勁，通脹率升升跌跌，其實只係影響投資者情緒嘅作用。其實你睇翻個大方向去估計，再保守翻少少就會係一個合理嘅預期。如果超出預期就開心啲。咁本身保守啲又冇問題嘅，但係成日有評論樓市嘅人會覺得要掉頭加息，但喺趨勢上都唔合理，咁我就唔去評論啦。咁嚟到最後講下利率同樓價嘅關係，就係市場上有好多人仍然等緊減息先認為一個比較安全嘅信號。畢竟依家拎啲錢去買美國債券仲有一定嘅利息，但係而家美國利率仲係4.25至4.5厘，我亦喺年頭只係預計佢減半厘。聰明少少嘅你可能已經發現而家嘅樓按利率係低過我所講嘅3.25厘，因為 HIBOR 利率喺5月時候已經大跌，業主係唔需要供封頂利率，所以純粹用樓按利息去睇已經唔需要考慮美國減唔減息。但係投資者由於會保守少少嘅關係，就仍然會用封頂利率去計值唔值得入市。但係一旦減息嘅時候，又會發生啲乜嘢事呢？上年實際嘅結果都話咗俾我哋聽，投資者係唔怕供貴過租少少㗎，同埋一旦釋放咗減息嘅信號，就會大大增強咗買家嘅入市意欲。加上今年仍然有息差嘅時間之下，已經有資金流入香港。一旦美國減息，資金套利行為變得無利可圖嘅時候，啲錢又會唔會進一步流翻入香港，亦值得我哋考慮。同埋唔好以為香港個最優惠利率減到5厘就冇其他嘅減息空間，因為去到低息環境，一般樓按係用 P 減2.5去做封頂利率，而唔係 P 減1.75，所以預期樓按封頂利率係可以進一步減少。
P 可以減0.25，再加埋封頂利率可以減0.75，呢度前後加埋係可以差1厘㗎。不過當然呢個係計到盡嘅情況啦，我仍然會好保守咁去用3.25厘作為我嘅衡量點。要減晒呢1厘亦唔似係2025年發生到嘅事，始終股少有着數，多咗係 bonus。但係點計都好，因為做按揭係需要計入息比率，所以減息係會增大咗買家嘅購買力，都係一個利好因素嚟。不過喺我嘅角度之下，喺樓市高位嘅時候，按揭咁難先做到，都仲有為數唔少嘅人買到樓。其實嗰批賣咗樓等跌嘅樓市持份者，我又唔相信佢21年到今日個人工係完全冇升過，差在佢哋認為而家值唔值得入市。但係個市值租金已經好赤裸裸咁話俾我哋聽，租得起嘅人係俾得起經濟好時間嘅租金。如果仍然麻木地認為香港好差，未來租金下跌，其實同盲目認為利率到頭升係冇分別㗎。因為錢幣喺長期而言係必然貶值，其實買樓只係其中一個對抗錢幣貶值嘅手段。一班賣咗樓嘅樓市持份者，與其去返低息環境冇一個好低風險嘅投資機會，佢哋又有信心咪重返樓市咯。其實依家取消咗壓力測試，只需要計入息比率，樓價又下跌咗成截，但係呢幾年普遍嘅人工仲加咗，所以呢啲購買力其實係十分之強勁，只係差在佢哋肯幾時決定出嚟加入返個樓市，而息率正正就係最影響到佢哋信心嘅指標。我認為香港樓市喺未來係值得拭目以待㗎。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呢2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